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6月3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热点。超过60%的美国人靠薪资生活，持续通胀将耗尽他们的积蓄。一份新报告发现，近2/3的美国人口约1.57亿成年人过着依赖薪水的生活。与1年前相比，这一比例从2021年4月的52%上升到2022年4月的61%，上升了9个百分点。该报告还发现，36%的高收入消费者，即那些年收入在25万美元或以上的高收入群体，也是那些靠薪水生活的人之一。但是，该报告区分了2类靠薪水生活的消费者，那些能够支付账单的人和那些不能支付账单的人。2022年4月，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消费者中有24%的人靠薪水生活，支付他们的账单没有问题。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36%低收入的消费者依赖薪水生活，支付账单有一定困难。消费者通过他们在大流行期间攒下的钱来应付支出。在大流行期间，他们获得了政府的补贴，他们的储蓄平均从4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左右。如果通货膨胀继续上升，他们的储蓄可能会在年底前耗尽。随着今年通货膨胀率达到4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人发现他们的月收入并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支撑更久的时间。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4月份，美国的个人储蓄率降至14年低点的 4.4%， 这是12月份的一半，大约是前一年的1/3。许多家庭已经处于负收入，这意味着他们越来越多地利用储蓄来支付每个月的开支。高支出和高通胀的结合意味着，美国人正可能在今年年底前燃烧殆尽他们的储蓄。事实上，这已经在最脆弱的家庭中发生了。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NPD Group 最近的一项调查，超过8%的美国购物者计划在未来3到6个月内将减少购买。调查还发现，消费者在2022年前3个月购买的商品比2021年同期减少了 6%。目前，美国人计划并正在花费大量资金用于旅行开支。航空公司和酒店报告了强劲的预订量。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人们将服务质量置于首要的考虑因素。虽然有迹象表明这些更大的经济挑战有望改善，但未来几个月将是一个微妙的平衡期，控制价格而不引发价格的崩溃。加拿大人对个人财务状况失去信心。根据蒙特利尔银行的季度实际财务进展指数，经过1年多的稳定乐观情绪，加拿大人开始对自己的个人财务失去信心。该指数发现，与去年相比，近1/4%的加拿大人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不安全，这比3个月前的18%有所增加。大多数人指出了通货膨胀飙升对他们个人财务的影响。大多数为61%的消费者表示，该国的通货膨胀率在4月份达到了 6.8%， 是31年来的新高，对他们的财务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30年来最快和最广泛的通货膨胀迫使加拿大家庭不仅要削减假期等可自由支配的项目，还要改变必需品的购买，特别是食品。近一半49%的加拿大人报告说，由于成本飙升，储蓄减少了。住房仍然是37%的民众最大的障碍，但是每月账单上升4个百分点至 30%， 和信用卡债务上升2个百分点至 23%， 也使更多的加拿大人在财务负担上比上季度有所增长。该指数发现，年轻一代特别容易减少储蓄。与老一辈人相比，62%的千禧一代和56%的 Z 世代的年轻人最有可能减少储蓄。81%的加拿大人计划调整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应对价格的上涨。52%的消费者正在通过仅购买必需品并选择更便宜的品牌替代品来调整购买杂货的方式。
另有52%的人表示，他们外出就餐较少，或在外出就餐时有意降低消费。34%人群正在减少对汽油的支出，以抵御汽油价格上涨的影响。29%的人正在削减假期支出或完全取消假期。23%的人群甚至取消了他们的健身房和有线电视订阅，以降低开支。然而，加拿大人似乎优先考虑他们的退休计划。该指数发现，36%的人更有可能降低其一般储蓄，22%的人将降低他们退休缴款。随着从杂货到汽油的日常购买成本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人们将如何应对通胀的影响呢？一、消费者必须审查和调整他们的财务计划。二、检查持续性费用支出，例如流媒体服务、有线电视订阅等，以确定是否可以减少或取消。三、推迟大额购买。一些商品价格上涨可能是暂时的，在这种情况下，等待可能是值得的。四、检查每月付款，例如房主的保险单或汽车保单，以确保它是适合的，并符合您的利益。特鲁多说：“中国请不要骚扰我们的偷窥。”周三，加拿大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4月26日至5月26日的几次飞行任务中，加拿大皇家空军 RCAF 飞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PLAF 进行了密切互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指责中国在东海上空骚扰加拿大军用喷气式飞机，称这种情况非常令人不安。他向媒体承诺会向北京提出这个问题。加拿大表示，加拿大飞行员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中国飞机的飞行员。中国飞机试图驱赶在这一空域执行飞行任务的加拿大的军用飞机。加拿大 CP-140 Aurora 飞机和机组人员驻扎在日本执行针对朝鲜和中国的侦察任务。加拿大国防部表示，这种空中互动有时被称为嗡嗡声，是令人担忧的，并且频率越来越高，并补充说，这些事件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得到解决。上周，俄罗斯和中国在东海上空进行战略轰炸机飞行演练，正值拜登总统结束东京他的首次亚洲之行。这是中国和俄罗斯自俄乌冲突以来的首次联合军事演习。2018年，加拿大追随美国当局要求，以银行和电汇欺诈罪名拘留了华为技术公司高管孟晚舟。之后，渥太华和北京之间的关系明显破裂。在孟晚舟被扣押后不久，北京也因间谍罪拘禁了2名加拿大男子，康明凯和斯帕夫。这一针锋相对的人质外交于去年3人被释放并返回各自家园后得以缓解。特鲁多一直宣称他那套所谓的西方式霸权神逻辑，即所谓我可以对你做的事，而你不行。即使我在你家门口偷窥，你也得对我彬彬有礼，鲜花相迎。殊不知，加拿大离中国那么遥远，他的军用飞机应该出现在中国东海附近吗？加拿大怎么就感兴趣中国的家里事？是否会像孟晚舟事件一样，哪一天又一脚踢到钉子，疼得抱头鼠窜？或许特鲁多更欢迎中国长期派遣军用飞机在加拿大周边巡航，窥视加拿大秀丽山河。或许特鲁多只是像大多数蹩脚的政治家一样，口若悬河，模糊视听。是傻还是坏，明眼人一看便知一二。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警告核战争并非不可能。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人希望发生核战争，但宣称核战争不可能发生是错误的。梅德韦杰夫说，如果有人说这永远不可能发生，那他们肯定错了。况且人类历史上已经有人使用过核武器了。最重要的是，相关国家在做决策时要冷静分析，要考虑所有现实因素。他发出警告称，根据俄罗斯的军事学说，在遭受核打击的情况下，或者当国家关键基础设施遭受攻击，再或者俄遭受常规武器打击，而这种打击具有威胁俄国家生存的性质时，俄将以核打击来予以报复。
他说，谁都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当然，没有人想要核战争，这是一条死路，是人类的末日。我们所有人都应当竭尽全力，确保核崩溃永远不会在地球上发生。在谈及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火箭炮时说，再明显不过了。此前已经说过，希望这不会发生。如果这种武器被用于攻击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武装力量将别无选择，只能采取行动打击其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等决策中心。梅德韦杰夫说，不幸的是，最终决策中心甚至都不在基辅地区，因此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威胁。谢谢各位的观看，一波帮您追踪全球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关注并订阅，下期不见不散哦。